奉还朝。成，小贼，师傅传授你这点玩意儿，没全丢。爹，儿不敢呐！起来吧，跟我母亲说去。哎呀，兄弟，哎呀，小尹啊，你挺着个大肚子还来，真是。索大爷开店的大好日子，我跟东子过来凑凑热闹。就是。佟大爷、梅湖舅舅，你们这么早就来了？啊，来了一会儿了。索爷开店，怎么着也得来捧场啊！老董，您太客气了啊！哎，在我这店里都挑着什么了？啊，哎，姐夫，这都是我爹喜欢的，都帮我包起来啊。嘿，舅舅，您都买了，这么大方啊！哎呦，这话说的，我姐夫新开的买卖，我怎么也得堆个花，开个好彩头。还是我这小舅子呀，懂事儿，讲究啊，讲究。索大爷，真没想到这几年您攒了这么多货呀！嗨，这有一部分呢是我这些年攒的，它还有一大部分呢是我这一开门脸儿啊，我的那些玩古董的朋友就往我这儿送，让我帮着他们代销啊。梨园好。索大爷，古董行
水很深，您是行家，一定要正当经营，千万别骗人啊！哎呀，小米啊，你现在是一活脱脱的甜枣啊！你放心，我呀绝对不会打眼。那就行。行了，我说小敏，你就别给索大爷上课了啊！你这个现在应该少说话，这怀着孕的话说多了对孩子不好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啊，哪有？哎，舅舅，那一会儿啊，我就帮您把这些东西都打个包，然后亲自给佟大爷送回家去，送货上门。这样可好了，省得我拿了。哎，舅舅，您这次回北京准备做什么大买卖呀？我看看，还没想好呢。哎，舅舅，那个北京城啊，各路生意我都是门儿清，毕竟我也是在这市场上摸爬滚打那么多年了。嘿，俗话说得好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等您那公司开业了之后啊，我一准到您那公司给您帮忙去，您一定得带上我啊，爸。小飞，你刚才说什么啊？上阵父子兵？没有爸，这小子，我帮我舅舅去，您这生意我就先不管了。哟，东子回来了，没吃的吧？哥，请你出去吃个饭去，西餐行不行？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林大老板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？什么话呀？当哥的请弟吃个饭，那不正常吗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呀？我这发现你小子吧，你沾上忙跟猴一样，怎么那么精啊？我倒是真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帮忙。我就知道你没憋好屁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小敏有一个舅舅没胡是吧？刚从香港回来，我听说是一大老板，能不能让小敏帮忙给引荐一下啊？消息够灵通的呀。但是这个没胡呢，是豁子的亲舅舅，不是小敏的。这我早就听说了，但不是从小跟人早一块长大的吧，跟亲弟一样。只要小敏张了嘴，我觉着他这舅舅应该不能拒绝吧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这豁子呢想让他舅舅带着他一块儿做生意，他这舅舅没同意。你觉得你这事儿他能点头吗？这不一样啊，这货能跟我比吗？啊！再说这事儿没事，哪知道不行啊？我不管，你找小敏啊。那个还有啊，那西餐呢我吃不惯，我还是吃咱妈给我烙的饼吧。嘿，不是那烙饼有什么好吃的呀？那披萨不香吗？我找就找。累死我了这一天。哦，妈，我都跟您说多少回让您别干了，怎么就是不听我的呢？我也说不干了，关键这不没找着合适的人吗？你说那么大堆事儿，停，先吃饭。哎，小敏，你最近忙活什么呢？我能忙什么呀？这东子哪儿都不让我去，个体户协会也不让去，商场也不让去，我这闲的都要无聊死了。哎，小敏，你如果实在闲的没事儿，你就来居委会帮妈忙活忙活呗。我现在也真是岁数大了，有时候丢三落四，而且现在邻里矛盾吧，比原来复杂多了。是，关键现在咱们居委会也都正规了，大清小事啊都得向街道办事处汇报，还得写出材料来。你说我这嘴还行，一说写我真是有点犯怵。小敏，要不你就来咱们居委会帮妈写写材料呗？行啊，写材料没问题。妈，明儿我就跟你去居委会上班。真的啊，吃饭。真好呢，好孩子。你干哎，今儿高兴了，嗯。哪天不高兴你？高兴高兴。说清楚，你说清楚，你们家都是骗子，说清楚也是骗子。说谁骗子？你们家就是骗子！你再说一遍，我告诉你，我抽你！主任，正好您在，这事儿啊，您可不能不管。主任，他姓薛的是骗子，烂货。你说谁呢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！有什么问题啊？都坐下来说，这是居委会，要吵架外面吵去。妈，坐。
谁先说？主任，我先说。我先说。主任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跟薛晴啊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相处了一段时间，感觉他还不错，我就跟他求婚了，他也答应了。这不你情我愿挺好的事儿吗？哎呀，主任，我们家娶媳妇啊，没要求别的，就要求这新娘子一定得是黄花闺女。对，想着挺美。这也没啥毛病哈。我跟他说过，他跟我说他是处女，没跟别人处过。当时甭提我多高兴了，你可以问薛晴，我回家就准备了1万块钱去他们家提亲。他们家一见着这钱啊，立刻同意把薛晴嫁给我。主任，您也知道，我们俩结婚都2年了，一直没孩子，这好容易怀上孕了，嘿，谁成想流产了。哟，孩子，你怎么那么不注意呀？不是，主任，这得亏是流产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老婆都流产了，你不说安慰安慰，还说这种风凉话？就是，我安慰她，我安慰得着吗我？那，主任不怕您笑话呀，她这是习惯性流产。哎，那跟我结婚之前，那跟多少男人鬼混过，流产过多少次了？哎呀，孩子，这你就不对了。你以前处过对象，你应该告诉他，对，应该隐瞒。他这就是骗婚，他不仅欺骗了我个人感情，还蒙了我们家的钱。对，说什么呢你？啊，不是，主任，我跟你说，这钱是他们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死乞白赖要的。真的，你现在还敢舔着脸说这话，不是吗？要不是你们家骗我们，我们能拿着1万块钱给你们这烂货吗？对，你说谁烂货呢？他就是烂货。你再说天黑，你再说那。这事儿我听明白了啊，说说你们2家想怎么解决？不怕，妈在这儿不怕啊。主任，这事儿好解决，我要跟薛晴离婚，并且让他们家把那1万块钱彩礼给我退回来。对，不是主任，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？睡我们家闺女睡2年是吧？啊，现在要离婚，还让我们把钱退回来，这没门儿！不是那什么，那这么着吧，让他把我闺女这2年的青春损失费给我们补了，我们就离。哎呸！还青春损失费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要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，能要他吗？我能要他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家要是不还钱，这事儿啊没完。话说清楚，这说的是什么？这么都别吵了啊！我看出来了，你们就是吵到天黑，这个事儿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现在你们呢都各自回家冷静冷静，等我们居委会把这事儿调查清楚以后呢，再给你们进行调解。成，主任，我们先回去，等您信儿。走吧。主任，那个什么，这事儿你得给我们做主啊！你说孩子受多大委屈，你说还做了流产，你说说，我们在家等你信儿啊，不怕啊，不怕。哎呀，那我们走了啊，走了，走，来听话，不怕。哎呀，这居委会调解离婚的事儿我遇上的多了，像这么难缠的我真是还是头一次。你瞧这2家这不依不饶的，一个要钱一个不退，就算是杠上了。小敏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妈，我看这事儿啊，你们居委会调解不了，你们还是请律师吧，让律师出面调解。得请律师？怎么样啊？在居委会这一天累不累呀？一点都不累，就帮我妈写点文件。可我妈可真够累的，好嘛，这一天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，净帮街坊邻居调解纠纷了。哎，你别看我妈性子急啊，对待街坊邻居那可真有耐心。哎呀，咱妈呀，在居委会干了1辈子主任了啊，经验丰富，这点小事难不倒她，你就别操这份闲心了。那可未必，今天就有一对夫妻闹离婚，我妈就没惹。真的假的？小敏，小敏，我进来了啊！哎，魏明哥，你怎么了？别动，别动，我找你问个事儿。我听说你那媒户舅舅不是回来了吗？我想跟他谈点生意，你能不能给我引荐一下啊？我今儿跟东子还没问题，明儿我就给他打电话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我等你信儿了啊！哎，我先过去了啊。
来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在哪儿？这儿。这儿啊。情况呢，我们已经很了解了，我们也请了有关方面的法律顾问。你们提出了要退还彩礼钱，这个在法律上认定啊是婚前赠与，所以可能性不大。主任，我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，我只知道薛晴必须把钱给我退回来。放心，你们结婚也快2年了，俗话说得好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你看在薛晴照顾老家的份上，能不能原谅他？主任，这薛晴跟我在一起之前，指不定跟过多少男人了，让我原谅他门儿都没有。那不都是结婚以前的事儿吗？你说，你儿子也老大不小了，薛晴那姑娘长得也挺漂亮，要不然你们就再缓和缓和，就凑合着过。凑合着过，那不成。薛晴是习惯性流产，以后啊，基本上怀不上孕了。我儿子可是王家的独苗，再这么过下去，王家就要断根了。必须离婚，而且我那1万块钱要1分钱不少的全部都给我拿回来。对，成，你们的态度我已经清楚了，那我再跟薛晴家去说说去。好，行，主任您费心。要说这个是离婚吧，行，我们同意，但这1万块钱那个彩礼费坚决不能退，不能。那这事儿呢是这样，你们结婚前呢确实有欺骗行为，对王家呢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。不是，那么你们就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。不是主任，你这样说欺骗，他王鑫还欺骗了我呢。欺骗你？这话怎么说的？哎呦，主任您不知道，我之所以跟王鑫结婚，那还不是因为他家有房有车又有钱，他爸是公司老板，开着奔驰。行了行了行了。哎呦，主任你也知道，我爸去世早，我妈呢她又没工作，我在工厂上班挣不了几个钱，要不是他家条件好，我才不会跟他交往呢。那感情你是没看上人，是看上他们家的条件了？哎呀，不是，主任话不能这么说。你说谁家嫁闺女结婚啥的，不得看看男方家的条件呢，对不对？你说男方家那条件如果不好，穷家小舍的，你说那不是把自个儿的闺女往火坑里推吗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这是，关键是你不能骗人家。妈，主任，我之前呀是没有告诉王鑫我交过男朋友，那我不是也怕他知道了不跟我结婚？主任，我真的是想结婚以后好好跟他过日子，但我没想到嫁过去之后，我才发现这王鑫就是个骗子。你说他是骗子？王鑫的爸爸根本不是什么公司老板，就是个开车的司机。那奔驰啊是他老板的车，还有我们的婚房不是他们买的，是租的，还有他全身的名牌全都是假的。哎，最可气的就是他根本不是什么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，是临时工。哎呀，主任，我跟你说吧，王鑫他们家欠人家好多钱呢，真的，我闺女跟我说的。哎，每天那要债的就堵在门口，要不他们这么死乞白赖的要我们这1万块钱呢？哎，千真万确。主任，我这么跟你说，我跟王鑫这日子我真是没法过了。他要不跟我离婚，我还得跟他离呢。妈，我问过陈律师，他说他接过离婚的案子很多，但这个情况很特殊，双方离婚的态度这么坚决，不能调解的话，那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。现在是2家情绪都那么激动，如果法院判下来的结果不能使他们满意，那肯定还得继续纠缠，这就是不安定的社会因素，不能从根上帮他们解决问题，他们这种纠缠就会没完没了，甚至会走向极端。这种事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。妈，你说的对，看来啊，还是要想办法，让他们和平的了结这件事儿。说的轻松，怎么和平了结呀？你是林卫民吧？
小敏给我打过电话了。你既然是小敏的大伯子，咱们也不是外人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就随着小敏管您叫一声舅舅。行。舅舅是这样，我是从开始啊承包我们那个杂志社那个3产，到后来呢，这个慢慢的我又自己弄了一个小贸易公司，这些年下来呢，规模也不算小。这回来找您啊，主要是想跟您看能不能有什么合作的，主要还是想向您学习学习。魏民啊，我知道你是林征大哥、红英姐的儿子啊。想当年啊，你爸你妈呀，没少帮我们姐弟俩呀。是吗？是您和我爸我妈认识啊？哎呦，太认识了。不过呀，那时候我还小啊。哟，那太好了。那您和我爸妈是老交情，那咱更是一家人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，一家人。那这样，我是晚上啊，在那个民族海鲜啊订了个包间，咱一块儿吃个饭，就当我给您接个风，您得来啊。没问题，晚上啊，咱俩好好聊聊。哎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你说我妈可真够累的，这薛晴、王鑫他们2家可真够可以的，没一家善茬。我今天陪着我妈，从这一家聊到那一家，好家伙，2家都不依不饶的。哎，不对啊，你跟我说去居委会就是帮妈写文件什么的，你怎么还干起调解纠纷的事儿了？那我妈这么大岁数了，那居委会人手又不够，我是她闺女，我不帮她谁帮她？别急啊！行，您愿意怎么帮咱就怎么帮，但是千万别生气啊！这个，你再怎么着你也得注意点你这肚子啊！您医生说了，我这种情况多走动走动，到时候好生。总有理你。东子，你就帮我出主意呗，这事儿怎么和平解决？哎呀，你说这2家人也真够有意思的啊，互相欺骗。这薛晴呢拿了人家王鑫1万块钱的彩礼钱，这王鑫家里现在出事了，想让他把这彩礼钱给退了，可他就是不退，对吧？对。既然他们2个人是夫妻，这王鑫欠的钱，是不是也得跟这个薛晴有关系呀？行啊，东子，够聪明的，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妈，你派人去调查一下王鑫他们家具体的欠债情况。调查这事儿干嘛呀？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对，我现在就去。喂，陈律师啊，我是孙小敏，有件事儿我想跟您咨询一下。魏民啊，你想跟我合作，说说吧，你想怎么个合作法啊？舅舅，您看我不是开这贸易公司的吗？您有海外关系，咱爷俩这一南一北这一联合呀，这生意不就好做了吗？贸易，搞来搞去的有什么出息啊？那舅舅，您的意思，合着您回北京不是做贸易啊？你说对了，我这次回北京主要投资房地产。哟，这房地产这是大买卖呀，那得多少钱啊？资金的问题啊，你不用操心，我来解决。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，你跟我联手，咱们一起做一个房地产公司，我会给你一定的股份。这不瞒您说啊，舅舅，我这么大买卖，我可能没这实力，做不了啊。魏民，你不要小瞧你自己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关系就是钱。您的意思是？你爸爸林征局长原来是咱们市局的重要的领导，你母亲红英姐原来是咱们街道办事处的主任。虽然二老现在已经离休了，可毕竟他们的部下目前正在位呀。而且，林征局长和红英姐热心肠，人缘好，这是多大的一块资源呢？如果你要能利用上的话，多大的生意咱们都能做。
这我倒明白，可是我能做什么呢？我今天啊跟你谈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利用你父母的关系，给咱们未来的房地产公司在北京城能找一个能买的地皮，开发建设咱们房地产项目。地皮？对，上哪儿买去啊？我来北京这一段时间啊，我对市场也进行了一些调查，发现有许多这个工厂都倒闭了，厂房闲置着，而且这些厂房的位置啊都在市区里。如果呀，咱们能把这些闲置的厂房买下来，开发咱们房地产项目，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还是能帮上忙的。只要你能拿下地来，你就是咱们公司的股东了。哎呦，舅舅，来吧，来，进您啊！啊，哎呀，主任，情况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也就是这么多了。好，我都知道了。那你忙你的去吧。好嘞。小米，你也都听清楚了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妈，我向陈律师咨询过了，夫妻双方离婚不仅是要分享财产，还要共同承担债务。王鑫欠的钱呢，薛晴作为他的妻子，也是有偿还义务的。我想，咱们可以以此为据，对双方再进行一次调解。我看成。主任，你给我们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呀？根据婚姻法规定，你和王鑫离婚以后啊，他的债务你也是需要承担的。这是我们调查出来的王鑫在婚后欠下的所有债务清单，你可看清楚了。一旦你们打起官司，你们要付出的代价，可比那1万块的彩礼多得多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是，你说咱娘俩这命怎么这么苦？这什么呀？这都是妈，你先别着急，主任，你赶紧帮我们想想办法。要我说这么着吧，本来那我们闺女也没看上他们，不就是因为他们家条件好吗？那现在又出这些事儿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们赶紧离婚，我们赶紧把这事儿扯清楚了，行不行？啊？要不我有一个想法啊，你们呢就尽快把这个彩礼钱退给他们，也就尽快把你们这个不愉快的婚姻了结了。要不然王鑫这钱越欠越多，你们的损失也会越来越大。那，行，主任，我们呀同意退彩礼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要求在离婚协议书上写明我们是同意退彩礼，但是离婚之后他所有债务都跟我没关系。对，就这跟我们1分钱关系都没有，这得说清楚这事儿，是吧？对。那行，那情况我都知道了，我就马上去跟王鑫家跟他们再说一下。得嘞，行，那谢谢您啊，谢谢主任。薛晴现在已经答应退还彩礼钱了，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犹豫的？主任，这钱是退了，可他要求我们在离婚协议上加一条，所有的债务与他无关。您说这个？根据我们了解的，你婚后借的那些钱，都是背着薛晴借的，薛晴是不知情的。再加上大部分的钱也都是你挥霍的，他加上这么一条，我倒觉得合情合理啊。王鑫啊，做人要讲良心。你说薛晴跟你结婚，你们在一起生活了2年，现在又答应把彩礼钱退还给你们，见好就收吧啊，孩子。要不然打起官司来还不定谁输谁赢呢。程主任，不冲别的啊，就冲您跟小敏姐，我答应了。丫头，这次离婚纠纷案能够和平解决，多亏了你了。妈，事都是你办的，我呀就出出主意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呀，你们这些有知识、有文化的年轻人，
更适合居委会工作。我们这茬人都老了，跟不上时代的发展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连这个邻里之间的矛盾冲突都比以前复杂得多。我们呢，只是有那点热情、耐心，但是这些远远不够，不能从根儿上帮他们解决问题。现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已经逐步完善了，进入了法治社会。处理邻里纠纷的问题是有法可依的。我们要认真的学习法律条文条款，用的时候用上，就能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。你妈我都多大岁数了，法律条文条款我哪背得下来呀？妈，我看那些法律条文条款我都头疼呢，别说您了，60岁老太太。所以呀，你说你现在的个体户协会会长也不当了，商场那儿有东子管着，也用不着你，那求你了，你就来居委会接马这活呗。妈，你先别拒绝我，你听我说完啊。你看你呢，马上就要生了，孩子3岁上幼儿园以前，不得有人照顾啊。你呢又住在咱们管片儿，你如果来居委会上班，同时还能照顾孩子。还能让那些看着你长大的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、大妈、大爷，还有你那些小伙伴同时为他们做点事儿。你说你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？想想想想。舅舅，这片地方怎么样？这个厂房地处市中心区，周围交通也挺便利，位置十分理想啊。那您要相中了，我就跟我爸说了，一定想办法让他帮咱们把这地拿下来。为民啊，就全看你的了啊！这不咱自己的事儿吗？啊，爸，我和梅湖舅舅呀，准备成立一个房地产公司，在北京开发房地产。跟您说那片那个旧的厂房不是废弃很久了吗？我知道那管片分局局长是原来手下，您就帮我打一电话，让他牵个线，约这厂家的人出来呀，一块谈谈就行。你妈呀，跟我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让我帮你这个忙。你妈要是知道了，一定跟我急。爸，您说这厂房已经废弃了，闲着也闲着，我给他们买过来，做房地产，对人工厂，对人工厂原来的工人，对我，对着买房的老百姓，这都是大好事儿啊。说的是啊，是啊。爸，您想啊，这退一万步，这事儿您不帮我，那这厂房迟早也得被别的公司买走啊。你还不知道是谁，但我这边，我和梅湖舅舅您都了解，知根知底儿啊。所以说，这是于情于理，这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事儿。您这个就叫顺水推舟，这也算您离休以后发挥余热啊，为国家做贡献，为北京老百姓做好事儿啊。哼。我试试。哎，有劲儿。祝贺你啊，枣儿！你们家又来了一位未来的居委会小主任，你还得拿话将我，没准长大了还真得接他妈的班，走进居委会大门。妈，我这还没答应您呢，您又惦记起您的外孙女来了。我看我外孙也答应了。哎呀，是的有，是的有，哎呀。
下面，我宣布，三海居委会新一任主任是孙小敏同志。下面，我们要向已经正式卸任的我们三海居委会的第一任主任，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主任田藻同志颁发奖状。田藻同志几十年工作如一，任劳任怨，为我们生活在三海地区的居民贡献了一生的心血。正因为他的努力，我们三海居委会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居委会。我们三海居民能够安居乐业，都离不开老主任的辛勤劳动。可以说，他把他的青春年华和全部的汗水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上。他把一颗火热的心全交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。我代表市政府、区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以及生活在什刹海地区的所有居民，向田藻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。政府，感谢共产党，您为我报了杀父之仇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哎，小妹妹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姐，从今往后，共产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只要用得着我田藻的店儿，你们尽管吩咐。为了表彰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色的田藻同志，政府决定予以嘉奖，大家鼓掌。共产党为我报了杀父之仇，我看这些人啊，真的是在为老百姓做实事儿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加入他，当积极分子。好啊，田藻，一定好，咱们一定好。我田藻能给街坊邻居做点事儿，我心里高兴的。为志愿军立马！经过三海地区所有居民进行的民主选举，三海第一任居民委员会主任是田藻同志，鼓掌！我宣誓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。小敏啊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，永远要牢记我们党的建党宗旨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为人民服务。
今儿谁赢了？哎呀，中毒啊！你看，就这些碗，咱们这还有一些呢，存着呢，摆在后边。有吧？哦，这个是重点。对对，啊，对，哦。前面还有一个，对，就是这边还有一个样。2017年10月，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。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。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于今天至10月7号在北京延庆举行，是继1999年昆明世园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，中国举办的级别最高、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博览会。为了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注重历史文化传承，按照抓创建、促提升的整体要求。不想听，不想听。各位老板，哎，大家先静静啊，听我说一下，咱们北京市开展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的3年行动啊，其实呢，就是为了改善咱们大家身边的环境质量，同时呢，也是提高我们的精细化管理水平，打造环境优美、文明有序的街巷胡同。更好地保护咱古都风貌，留住咱北京城的魂。这为了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，咱们大家伙都应该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，对不对？贡献就是。这一套政策的科我们都能背下来。你背下有什么用？背下啊！我都站这讲多久了，讲了一身汗了，你们往心里去了吗？你们得记住了啊！北京市这一次背街小巷的整治，对于北京老百姓是一个造福的行动，你们得配合我们的工作。配合？怎么配合呀？配合不了。哎，你们先听我说啊，听我说。根据北京市规定的“10无1”创建的政策，你们就应该恢复你们违规改造的门脸。相关通知已经下达了很长时间，到现在你们都拒不执行。今天我们政府相关人员啊，就是过来让你们按照通知的要求，立马把你们那些违规改造的门脸全部恢复原貌。这话说的不对啊！什么叫恢复原貌啊？谁违规的？我说明点，又合法又合规又合理。对，你们凭什么退后？等等。哎，行了，我来问，小敏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当初买这房子的时候，就已经把这性质从民用改成商用了，而且是你们帮我们开的门脸儿，对不对？还有合同在这儿呢，大家都有合同，对不对？都有合同吧？啊，这合同在这儿呢，你们自己看看。哎，我可是按照商用房的标准，每个月给你们上交着管理费呢。哎，我们完全是在合理合法的经营啊，没错吧？哎，左文杰，这话我可得说了啊，你手上拿这份合同是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时代产物。而且你这份合同早在2015年就已经到期了，自打那时候开始，我们房管公司没有跟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经营商啊，任何一家续签合同吧？没有吧？我们现在就要准备收回你们的商用经营许可权，把你们现在经营的这些商用房，通通的恢复成民用房。哎，那不行，那绝对不行！哎，你们这就叫做朝令夕改，凭什么今天说行就行，明天说不行就不行啊？哎，没有道理，对不对啊？再说了，我要知道这房子不能开门脸，我当初就不会买，大家都不会买。买什么呀？豁子，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？谁胡搅蛮缠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就这么把我们门脸给封了，就是断了我们的生路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一家老小就指着门脸活呢，大家都一样啊。豁子，你至于吗？我不至于吗？
我告诉你，小敏，我今天不是我一个人，我是代表了这一条街上6、7、10户开门脸房的兄弟姐妹们的切身利益来跟你们政府谈话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们要这么着就把我们门脸给封了，我不同意，大家都不同意。喂？什么？千万别冲动，我马上过去。妈，不好了，我们居委会互动查出违建的，跟居民吵起来了。你快去看看。放心，咱都有合同啊，咱都有。街坊们给评评理啊！凭什么拆我们家厨房啊？我跟你有什么仇啊？我给你孩子扔井里了是怎么？问价了你就伸爪子，一个个的，你们这干嘛呀？兔子进磨坊，你装什么大耳朵驴呀你？七爷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错了啊！话怎么了？行了，你对我欧阳辉出言不逊，我当你缺乏家教，不跟你一般计较。但是你围攻我居委会工作人员，这就不行。你不行那是你的事儿，我还成。还不行了，不字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写。今儿我还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不行也得行。我踩你人呢？啊，跑！我让你跑！哎呀，放手！别再闹了，停手！齐大爷，您要让他们再不瞅的话，别怪我今儿跟您急了。不是齐大爷，您这闹的哪出啊？小月，你来了啊！我是看着你姥姥和你妈的面，但是你要封我的门脸，拆我的厨房，就是你姥姥小枣亲自来也不行。怎么回事啊？一哥，你可算来了！哎，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拆我们家厨房啊！你赶紧给做个主，管管吧。这治理背街小巷、清除违建，这是北京市政府下的政策呀。你们居委会和派出所早给你们传达过吧？你这要拒不执行的话，这算违法行为，你知道吗？行，哥跟我玩这套是吧？我今儿就给你来一个抗法不从，你能把我怎么地？就带走吧。是。哎，走！哎，连我一个人都。我们这工作呀，齐大爷，你看，齐大爷这么大岁数，你们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？就是人家开个门脸，卖点早点，卖点面子，怎么了这个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！齐大爷这个饭馆开了都10多年了，你们来了说拆就给拆呀？你让我们这些老邻居上哪吃齐大爷这口去啊？行行。哎，你们先走，先走。行了，行了，招人啊！不是齐大爷，您要干什么呀？这么大岁数跟着犯3清子，您不嫌丢人呐？就他跟我来这套，还嫩了呢，想抓我儿子姥姥。行了行了，大爷大妈、大哥大姐，散了吧啊，都回家吃饭去，没什么可看的。散了吧，走吧，大伙儿回吧，别看了，散了吧啊，散了。走了吧，回。哎，等会儿，齐大爷，今儿这个事儿啊，就先这样了。但是啊，我得跟您说一声，您这个门脸还有这个违建，得恢复原貌，这是国家政策。您要是实在想不通的话，那就明儿呗，我上您家跟您好好聊聊去。哎，咱们有什么好聊啊？大不了啊，我把这条老命啊交给您。哎呦，大爷，什么时代了？您别跟我来这钢骨叉这一套啊！什么时候聊明白了，什么时候这事儿才能解决？小月啊，我也是看着你长大，我知道你现在代表政府，可是从前你姥姥和你妈，那可是真关心老百姓啊。我也是啊，大爷，不然我跟您这聊什么呢？那行，明儿我就候着你了，儿子，走。记着啊，中午给我做一炸酱面吃。好，8样小菜码，我给你备好了。走，儿子。爸，咱可不闲的。还搁点醋。那欧阳，你带着他们先回去吧，
我妈那边那事儿还没完呢。行，快去吧。嗯，走啦。慢点啊。啊。走吧。小明，没事了。哎，小敏，听我一句劝，你们也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。对，赶快啊，该干嘛干嘛去，赶快忙你们去。小姐，知道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欢子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是最清楚的。今天没说清楚没关系，明天我接着来。行，我明儿等着你啊，我们大家都等着你来。现在先走吧。走，咱们回去商量商量。回去吧。你们根本就不行，对吧？我们有合同，把合同都拿好了，我们明天还得接着来，对吧？再见。宝啊，这晚上想吃块啥呀？岁数大了，胃口不好，吃嘛嘛不香。都走了，桂树、秀兰、洪大哥、铁蛋哥，哎，还有我们那口子都走了。就剩下咱俩这老不死的喽。是啊，这林大哥、红英姐都走了。有时候我就想啊，这道儿也走不动了，吃嘛嘛不香了。这活着呀，就是给孩子们添累赘，没劲。我不那么想。我就觉得在咱们有生之年呀，能看着这个国家发展的这样，看咱北京建设的这么好，我就高兴。我得好好活着，多看几年。那倒也是。哎，那天呐，娟子，还有我那孙子小涛子，开着车拉着我呀，可咱北京城转了一大圈。哎呦，越来越大喽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还有这 CBD， 对 CBD， 这 CBD 那 CBD 都不敢认喽。是你看着建的，4环、5环、6环、7环，哎，这7环建了没有？没建也快了。没错，不是还要京津冀一体化呢吗？这不马上跟天津连成一片了？是啊。妈，老爷回来了。霍子，躲着我呢吧？怎么这一回来就直接往屋里边窜呀？哎呦，老爷，瞧您话说的，我哪敢呢？你那事儿我知道，我也不想劝你。知道也劝不动，只想跟你说一句：这人呐，别干那没面子的事儿。行，妈，玲儿歇着。回来了啊！回来啦。跟小敏吵了一天架，累死了。你说你这成天带着一帮人跟小敏作对，跟政府叫板，这能行吗？你当我想啊？啊？那门脸可是我爹留给我的。自打这2000年大少改造升级，这商场也干不成了。后来跟东子他们做了几年贸易，干不动了也就散了。这些年还真是就指着这门脸把咱家涛子给养大。
是你这话说的没错，咱涛子啊，还真是靠着这门脸房长大的。是啊，这本以为涛子长大了，咱两口子还能享享清福，没成想，涛子这个正经本事不学，我爹那游手好闲那一套倒学了个全。啊，哎，吃喝玩乐、提笼架鸟都不用人教。以前挣的那些钱，也都被他造的差不多了。你说，这要再没了门脸儿，你说咱家怎么办啊？喝西北风去啊？月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那个常大姐让我叫你回居委会开会。叫我开会打个电话不就行了？还劳您大驾满大街找我。我呢，就是想跟你说，今天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来帮忙，指不定要出多大乱子呢。哟，这海归大知识分子的还跟我客气上了。真不是客气，今天我还真没想到你年纪不大，但是在这些老街坊邻居面前还挺有威望的。齐大爷这么矫情的人都给你面子，我看啊，咱们居委会除了你，没人能镇住他。你可别捧我了，齐大爷哪是给我面子呀，是给我妈和我姥姥面子。哎，我姥姥当居委会主任的时候，齐大爷还是一小屁孩呢。你们一家3代居委会主任，党最基层的共产党员，伴随着祖国70年的风雨历程，这份传承可真是太伟大了。哎，可以了啊，这调门越唱越高了。不过我听说你是在国外学社区管理的高材生，就是一海归，还以为你是一文弱书生呢，没想到还有2手。在国外学习的时候，为了防身，学了点自由搏击。行啊，还藏挺深的。花拳绣腿不值一提。怕你胖，你还喘上了，臭德行。走。啊。咱家小涛啊，真是随了他爷爷和你了。我们家那点吃苦耐劳、本分过日的基因一点没沾着。哎，行了，得了吧，娟子啊，你就别说你们家行了吗？就远了不说，就说近的。你看你那二哥成什么样了？整天在家吃低保，还有他那儿子彬彬，20好几了啊，也不出去找个室友，整天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在家玩电脑，啃老都啃出境界来了。这幸亏有你二嫂在外面，还能给人打个零工挣点钱。我二哥以前多勤快一个人，谁让他生了那么个病呢？这想干什么也干不了啊。也是，你这二哥呀，苦命人。好在现在国家政策好，在家还能吃个低保，这日子也算是能过得下去。哎，不过要佩服啊，我还真佩服你这大哥跟大嫂，人开厂子真挣着钱了，人厂子不干了以后，嘿，潇洒，人带着钱回你大嫂那个陕西老家去了，而且还在村里面盖了个大宅子，种树种地，颐养天年了。哼，哎呦，你就别说别人了。说说咱们自己吧，你这到底怎么打算的？什么打算啊？没打算。他们要不把我这后半辈子给我解决了，就想封我的门儿，没门儿。哎，行了，娟子，快，给我弄口吃的去，吃完我颠儿了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小敏跟小月待会儿肯定来咱家堵我门来，你说跟他俩好吗？我真说不过他们。人小月成天住在院里守着他姥姥，你这躲得了初一，躲得过15吗？我怎么就这么是倒霉催的呢？我怎么跟这家人住一个院儿？来吧，来者不拒。
自从北京市委第12届七次全会上提出坚定有序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以来，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呢，遇到了很多问题。具体是什么问题呢？我来总结一下吧。好，下面由唐副主任给大家总结一下。会上指出，从开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的高度，深化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认识，要打好疏整促组合拳。疏解方面要坚持疏控并举，严格控增量，有序疏存量。整治方面要做到先立后破，立破并举，防反弹，控新生，抓拓展。提升方面呢，要用好疏解腾退空间，盘活存量，腾笼换鸟，把留白增绿作为城市有机发展的重要内容。加强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，注重街区生态重塑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，提高人居环境质量，以背街小巷整治为抓手，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。不好意思，唐大哥，我打断一下，您说的这些讲话，我们呢体会的已经非常清楚了。咱们现在聊的不是怎么把这政策给执行下去，让老百姓能理解咱工作，为了北京的发展和提升配合咱们工作，这不才是最重要的吗？小林啊，我们之所以在背街小巷治理工作上一直推动不下去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宣传不到位。还不到位啊？人林月天天带着人挨家挨户的跟人沟通、动员、宣讲政策，嘴皮子快磨烂了。可是这些人就是不听，拒不执行。我看啊，这也没什么办法，到最后呢，就是强制执行。政府怎么说的呀？三令五申的让咱们多考虑群众的实际困难，你要尽全力的去沟通才行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强制执行。那按你那么说的，还要我们居委会干嘛呀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站在老百姓的位置，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想，就好好去聊去谈呀。那一天谈不成就2天，2天不成就3天。你只有说服了他们，让他们头脑里那个弯儿转过来，才能把国家这些好的惠民政策真正落实，才让老百姓不会有抵触的情绪，这不才构建和谐社会吗？老头子，喝水。哎呀，你起什么眼干什么呀你？你生气吗你？你是让我晚上睡不着是吗？啊？你个死老头子，你有气儿你也不能往我身上撒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和小勇今儿跟人小月他们这么闹，你也不怕街坊邻居的戳你脊梁骨啊？我怕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开饭馆我可是自食其力啊，那是他们没理。你说的呀，是你那理儿，可国家有国家的理儿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胳膊拧不过大腿。国家的理，国家的理也得为人民呐。你说我要不开这饭馆，我这辈子这手艺我上哪儿使去？哎，咱就不说别的吧，你就说咱俩这土都埋半截了，咱在乎什么呀？可是没这饭馆，小勇他们怎么办？啊，你想想，他们吃什么，喝什么呀？咱妈吃饱了吗？我给咱妈和枣姨做了点他们爱喝的粥，都吃饱了。妈说她有点累了，去睡会午觉。我也吃的差不多了。行，我得赶紧调了。哟，小敏，来坐。嘿，小敏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，我躲都没躲过。豁子，
你也别嫌麻烦。今儿呢，你不跟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我就不走了。娟子，哎，给我盛碗饭去。哎，多盛点啊。哎，小敏啊，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，没用。霍子，你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，道理你明白的很，你就是舍不得你那点钱，跟我在这耍无赖。小敏，咱俩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了，我最清楚你是什么人，我是什么人，你也应该很清楚。你要说法，你还真别跟我说这个，我压根儿就没违法。我告诉你，那门脸儿可是当年你们居委会、工商所、房管局批我改的，啊，而且还从民用改成了商用，这门脸都是你们帮我开的，没错吧？咱还有合同。我也按照合同办的事儿给你们交了钱了，这么多年我经营下来，你们政府部门也获得了很多利益啊，没毛病吧？那你现在说违法了，我哪儿违法了？凭什么违法？合同在那儿摆着呢。你那合同，我知道你要说这合同。那位大哥呀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，我承认，从15年之后到现在，那合同就没续签过。但是按照合同来讲，单方面违约的责任不在于我，是在于你们甲方。你现在说什么国家政策变了啊，得让我们恢复，我们这些人就想不通，他没道理啊。共产党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党啊，你说恢复就恢复，让我们没有了生活来源。你别说好日子了，你告诉我这日子怎么过？霍子，这条街因为这些门脸占道，阻碍了交通，对周围大多数的居民，他们的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咱们真不能只考虑自己，也得考虑考虑这些老百姓。北京市政府下大力气整顿，为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，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。小敏，我承认，我的觉悟没你高。你刚才说的什么给市民造成了拥堵，让他们出行不方便，在我看来，那是街道本身就窄，跟我们开门脸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还有那些觉得我们有问题的、看不上我们的，他们就是恨人有，笑人无啊！谁让他们不临街呢？看着我们挣着钱了，他们眼红啊！那是你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。我不跟你说什么理，反正我就告诉你，你们封了我的门啊，我这没饭吃了。这就是我的理，你这理是歪理，歪理它也是理，怎么就是理了？当然是理了。行了，别吵了，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。行，要说你跟他说。消气儿，没法跟他聊，这豁子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嗨，小敏，这事儿你也怪不着我，那门脸是他老爷子留下来的，存着念想。姜，侯爷没话了吧？哎，居没了。哎，不是，您那儿怎么还藏着一马呢？没看见。哎，东子，说你臭铁篓子，你就是臭铁篓子，咱们不带晦气的。不是，我以为那马是我的呢，没看见。咱这重来行不行啊？这，东子，50多岁眼睛花了，黑红子都不认了。老杨，他那是眼睛花了呀，他是一个色盲，把我的卧槽马呀看成他的了。没看见。行了，都别哈哈了，有什么可哈哈的？你们不用在这挤兑我。我林卫东当年在49城里也是有一号的人。那个西单夜市最高销售的记录，那是我保持的，我一晚上能卖1000多块钱呢。还有我那个西四的新北饭了那在北京也是拔了份的。还有那个西单大厦，你们知道吗？那4层，那半层都是我的，日进斗金。你知道什么叫日进斗金吗？有意思。行了，东子，甭跟我们说这些，你都听腻了都。
省省吧，谁没风光过呀？现在怎么着？你当年这么一大老板，不是也跟这帮老帮菜在这下棋吗？再来一盘，东子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！你还别梗着脖子，有本事咱们再来一盘啊！不跟你们玩了，一帮臭棋老赖的，给你一大混子，给他叫混子，像你们一个人儿。大白天的就喝酒啊？哎呀，喝口酒解解闷儿。哎，你跟豁子那儿聊的怎么样？豁子太不像话了。今天啊，带着几个开门脸的老板跟我谈判。你说谈判嘛，你就好好谈。他倒好，整个一胡搅蛮缠。后来我又去他家了，你猜怎么着？我跟他根本没法沟通。东子，你能不能帮我去劝劝豁子？哎呦，我现在还劝他呢。我跟你说，我原来当总经理的时候，我说一他敢说二。现在可倒好，我约他出来吃个饭，他都不肯给我这面子。原来我借他8个胆儿。哎，行了，东子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！别以为你什么都行。哎，幸亏你当年及时收手了，要不然你就凭你当年那点本事啊！你看你现在能干什么？啊，外语不会，电脑不会。现在呀，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可以靠兄弟义气拉关系、交朋友、做生意的时代了。幸亏啊，你挣的那点钱没被糟践了，不像豁子，还有他们家那败家子儿。你现在能吃香的喝辣的，知足吧。哎呀，也是啊。你说当年咱们一块夜市练摊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们，现在有几个混得好的？哎呀，真是时代不同喽。我们这帮人都翻篇了。当年我就告诉你，让你多学点外语，多学点文化。你跟我怎么说来着啊？我学那玩意儿干什么呀？我学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？你看看现在，咱不说远的，就说说你哥魏民。行，打住啊！提谁你也别跟我提他，他怎么回事你还不清楚吗？啊，是，他是上过大学啊，他有文化，但他靠的是这个吗？他还不是因为我爸背后给他找关系啊，因为你，然后认识了没胡叔，跑马圈地，干上房地产的事儿。好家伙，现在人五人六的啊，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，自个儿一个人在国内挣大钱。我跟你说，别人我都服，我就不服他啊！行，不提他。我就问你，豁子那事儿，你帮不帮忙？帮。哎，那个，赶明儿我去跟他说说啊，但是丑话可说在头了啊，这他能不能听我的，我可不敢跟你保证。行，能去就行。哟，大姐，您来点什么？给我来3个鸡腿吧。哎，得嘞。啊，扫这儿是吧？哎，对。成功了哈，您看一眼。好嘞，啊，没问题。来，您的鸡腿。好吃再来。
慧姨。呀，小月，这么晚才回来？刚忙活完。哎，您说您这样饶世界打零工，给人洗厕所、擦地，我这想给您找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，您怎么就不干呢？月儿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也知道找一份长期的工作肯定比我这个四处求人要踏实稳定多了，对吧？可是你说我这把岁数了，我又没什么文化，哪那么好找工作呀？再说了，你现在给我找个长期稳定的工作，最多3000块钱吧，我低保还没了，这账我算过，你看我现在每个月低保大概1000多块钱，然后我在4处打零工，加上低保加起来的钱呀，比找那个长期稳定的工作每个月能多好几百呢，有时候能多1000多块钱呢，还是这样合适，真的。哎，慧姨，您和我强叔也够苦的。不苦，你看哈，现在国家给我们有低保，而且还有大病统筹。你强叔那病啊，我们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。你看，我现在每个月7七8八加起来，一个月大概6000多块钱，足够我们开销了。这样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，日子不苦啊。不是，我还不明白了，慧姨，你说您家彬彬好歹大学学计算机的高材生，骄傲呀！当时咱院里多少人羡慕您和强叔培养这么优秀一孩子，那他也不说找一工作，就天天跟家抱着电脑啃老，你们还愿意让他啃？怎么想的呀？彬彬啊，有他自己的想法。哎呀，我和他爸也管不了，随他去吧。哎呀，得，算我呀白说。慧姨，谢谢你啦，总给我们操着心。是啊，能不操心吗？我回来啦。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晚呀？活多，刚忙完。你吃了吗？刚回来碗面。知道。这是啥呀？鸡腿，热乎着呢。真好。我给彬彬拿去啊。彬彬，彬彬，哎，我给你带鸡腿回来了，刚出锅了，趁热吃，快。妈，你先放这儿，我等会儿吃。不是，那我给你放这儿了啊，你记着吃啊，凉了不好吃啊。哎，好好好。你别忘了啊。小月，过水行吧？行，大热天的必须得过水，越凉越好吃。得嘞。哎呀妈！哎，怎么样？正宗的小碗干肠，就你姥姥姥爷做不出这么地道的炸酱来。闻着是真香哎。
就是您这肉丁儿是不是切太碎了？看着也不够肥呀。哎呦，你就别挑了啊！我这是正宗的里脊。再说了，现代人啊都兴吃瘦肉，吃肥的不健康。哎呦喂，大爷，炸酱面呀就得吃肥的呀，这五花肉得给熬出油来，肥肉吃着才香呢。还真让他挑出理儿来了。大爷，您别不爱听啊，我今儿来还就是跟您说说这理儿。行，你说吧，我听着。您看啊，这自打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现在呢，中国剩下5000年，咱老百姓都爱说这规矩。老话说得好，没有规矩它不成方圆。咱这规矩呢，就是啊，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的日子啊，让中国人能健康发展，对吧？这政府呢，也根据不同时期这情况啊，它本着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目标，制定了这规矩。那咱作为公民就得遵守啊，是不是？这样社会才能进步，那中国国家才能强盛。可是，哎，大爷，我还没说完，你听我说啊。来，哟，那我先来一口。香吧？好吃。您听我接着跟您说，这规矩不是给您一家定的，那每家每户这规矩都这样。是，您要是遵守这规矩得吃点亏，那眼前嘛肯定有点损失。但您听没听过？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？舍小我成大义，损失我一个，幸福千万家，这不也是老理儿吗？您说您也是，为了您这饭馆啊，仨瓜俩枣的，让人街坊邻居也过不上好日子。尤其是昨天啊，您说说，为了这么一饭馆，您都要跟政府叫板了，跟那儿撒泼打滚的，这么大岁数我都替您丢人。我说小月呀，你可比你妈强多了，瞅你这小嘴儿叭叭叭的。我看你比你姥姥当年还能说。就他这嘴，死人能说活了。